我是东宫太子妃，却像娼妓一般，在太子手中耻辱惨死。裴燕，痛，求你！怎么现在知道痛了？陆婉晴，姑问你，以后还敢不敢再跟姑谈和离这2个字？之前是真的不知道，不知道你娶我是被逼的，你为何就是不肯信我？我把一切都还给秦桑桑，太子妃的位置我不要了。你签了和离书，放我走吧。走？陆婉晴，你在做梦。你若是走了，桑桑日后身子不适，谁替她侍寝？那些姑不舍得让桑桑受的苦，你若不在这受着，谁来替她受？哦，对了，姑差点忘了告诉你一件大喜事。桑桑今日诊出了喜脉，所以接下来的10个月，姑将夜夜宿在你这里。陆婉宁，你开不开心？不，你滚开，放开我！张嘴！给姑喝下去！这里是我未出嫁前的闺房，我的身体也没有伤。小姐，您总算醒了。云禾还活着，他还这么年轻，我竟然真的回到了4年前。云禾，爹爹呢？爹爹在哪儿？小姐，您吓死奴婢了。老爷好像请了宫中的贵人，这会儿正在正厅议事，不知是议事正厅。我想起来了，就是这一天，为了见裴婷，偷溜出府，意外落水。高烧昏迷时还念着他的名字。裴婷，救我！爹爹，我要见裴妍。如果不嫁给他，女儿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哎，青青啊，他心里没你。这门亲事本是为父给你精挑细选的稳妥人家，你何苦如此啊？既然婉晴你想要，爹爹便是拼了这辈子的功勋，舍了这身军功，也要替你求来这道赐婚圣旨。只要你别再寻死觅活了。前世他以上交兵权为代价，替我这个不孝女求来那道和太子的赐婚圣旨，从此在这京城的1亩3分地里凄清的熬过了余生。等我知道这一切，早已弥补无路，后悔无门。快，带我去正厅！这事我万万不能再蹈从前的覆辙，我绝不再入裴衍的火坑，绝不！小姐，您慢点，您的鞋还没穿好呢。爹爹，不要入宫！裴衍，为什么会是他？爹爹请的贵人，不是与我有婚约的那位，而是裴炎吗？难道还是晚了一步？爹爹已经入宫求了赐婚。青青，你并未痊愈，跑这么急做什么？臣女知殿下到访，失礼闯入，请殿下恕罪。起来吧。陆将军，姑不请自来，冒昧了，请勿怪。只是陆将军派人入宫，邀请云恒来陆府商谈婚事时，姑恰好也在，也是奇了。以前只当陆家小姐尚未婚，云恒也一直在外打仗，竟不知他们2人何时居然有了婚约。裴云恒，所以爹爹请的人不是别人，而是裴云恒，所以不是因为赐婚来的。但我跟谁有婚约，与他有什么关系？他为何要用这种语气说话？殿下言重了，云恒这孩子
是在末将麾下一刀一枪拼出来的。他骁勇善战，智勇无双，末将心中确实对他颇为欣赏。其实便只是末将从前在军中打仗时，见他实在出众，便跟他口头许了亲事。因为当时在边关，双方尚未正式交换庚帖，所以这事儿严格来说也算不得正式婚约。因此，这桩私下的约定，京中并无人知晓。若不是我经此一遭，我都不知道爹爹在外打个仗，竟然还能随手给我找个妇君。哦，这么说来，今日请云恒过来，便是要正确透着危险，便是要正式定亲了。所以，陆小姐，你愿意嫁吗？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前世他为了秦桑桑，不惜将我踩进泥潭里，现在他管我做甚？是在试探我，还是又在羞辱我？云氏满门忠烈，振兴圣统，特赐云家遗孤黄姓为陪，收养于宫内，享皇子之尊。云家的人该死在沙场，而不是老死在深宫。陆叔叔，带我走吧。好小子，你爹泉下有知，定会为你骄傲。若老夫能有你这样的女婿，此生无憾。原来爹爹眼中最稳妥的人选，一直是他。青青，既然你为了太子连命都不要了，爹爹不逼你了。明天我就请云恒过来，把这婚约取消了。哪怕被天下人唾骂陆家背信弃义，爹爹也保你去嫁你想嫁的人。原来爹爹今日请他来，是为了替我取消婚约，不曾想这一切竟然被裴燕误会成了定亲。既然你误会了，那就定亲吧。裴云恒惯着皇姓，又与爹爹有师徒之情，他才是保全陆家、保全爹爹的最佳良配。能嫁与云恒将军这般的少年英雄，是臣女几世修来的福分。瞬间平静如古井出惊人的眼眸中，臣女100个愿意。愿意，也是。从前陆小姐心悦于孤，纠缠到不可自拔的地步，闹得满城风雨，皆知陆小姐毫无节操。这京城的名声啊，早坏透了。京中那些体面的公子，只怕没人愿意迎娶。倒是云恒你，久居沙场，远离京都，不知底细。陆小姐嫁给你，倒也真是合适的很。京中痴缠他的女子多如过江之河，为何他偏偏对我如此恶劣？恶劣到连我嫁给别人，他都要跳出来踩上一脚。陆婉宁，这是你求来的正妃之位，痛死你也得受着。桑桑有了身孕，见不得这些脏东西。陆婉莹，你早该死了。太子殿下此言，现在知道了，倒也无妨。本将以前听闻陆小姐常年缠绵病榻，还以为性子会是那种温婉阴郁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。今日听殿下这么一说，陆小姐倒是个敢爱敢追、真性情的女子，本将甚是佩服。如今陆小姐既然答应了这门亲日，想必是已经彻底放下太子了吧？太子殿下，从前是臣女胆大包天，是臣女不知羞耻，竟敢对殿下生出痴心妄想之心。臣女在此立誓，日后若再对殿下有半分纠缠，便教臣女不得好死。陆婉莹，你当真以为姑不敢定你的罪？小姐，您跑得也忒快了，奴婢在后面怎么都追不上。您看，今日的义气汤做好了，还是照旧派人送去给太子殿下吗？
怎么偏偏把这茬给忘了？前世的我当真是疯魔了，每日不顾身子，雷打不动的差人往东宫送汤。如今这汤倒成了戳穿我誓言的铁证。那不是小姐天天盯着厨房熬的义气汤吗？小声点，小姐刚发完誓说再纠缠太子就不得好死，这下撞枪口上了。哦，义气汤。陆小姐，你刚才说若是再纠缠姑便如何？陆小姐嘴上的不爱慕和手里做出来的事情，还真是让姑难以信服啊。殿下，小女高烧数日，神志未清，这丫鬟也是个糊涂的，殿下何必？陆将军，姑在问你的好女儿。陆婉莹，你天天差人往姑的东宫送这等猛补药，如今当着你未来夫婿的面，你倒是给姑解释解释，这汤是送给谁的？殿下，您怕是自作多情了。云恒，你什么意思？婉莹知道本将常年在边关打仗，身上落了暗疾，所以前几日便跟本将说，要特意为本将熬制益气补血的汤药。殿下，这本是臣与未婚妻之间的闺房之乐，臣成婚后天天都要喝的，怎么到了殿下嘴里，倒成了送往东宫的了？裴云恒，你当姑是傻子吗？你刚才说这汤要送去给谁？奴婢。殿下何必为难一个奴婢？以前臣女眼瞎，错把榆木当珍珠，确实送错过几回。殿下位极人臣，东宫什么珍稀不要没有，想必也瞧不上臣女这粗鄙之物。婉晴说的对，殿下身份尊贵，怎好意思跟臣抢一碗妇人熬的药汤？陆婉晴，你真以为姑稀罕你这碗破汤？殿下不稀罕，那是最好。好，很好。想来他以为我会跟之前一样先向他低头，重来一次，我再也不会这样了。陆小姐既然愿意嫁，便好好嫁。青青，青青，你还好吗？爹爹，我不太好。青青，快穿太医！表姐此番落水，本就受了极重的风寒，再加上怒火攻心，气血逆流，这才导致心脉受损。老夫方才施了针，虽说暂时压制住了伤势，但接下来的日子万万不可再受任何刺激了。是，多谢秦大夫，奴婢记下了，定会好好守着小姐，绝不让外人来打扰。小姐，这益气汤，奴婢方才去厨房，瞧着大火已经熬够了3个时辰，您看这汤当真不给太子殿下送了吗？拿来。小姐，您这是愿意派人送去东宫啦？我说拿来，我喝。啊，小姐，您自己喝。这汤里放了极其珍贵的百年血参，还有极品的紫灵芝，可都是爹爹从关外冒死带回来的宝贝，大补着呢。真太有傻的。以前是我脑子进了水，自己身体不好，倒天天巴巴的把这等好东西送去给旁人，给裴燕喝，那就是肉包打狗，白白浪费。给我这从娘胎里就身体不好的人喝，更好，更好。小姐，奴婢多嘴，您是在为那日落水之事跟太子殿下赌气吧？可就算是赌气，那也犯不着答应嫁给裴将军的。裴将军虽然温武，可他常年在外打仗，这京里关于他的传言少之又少。您这赌气应下的婚事，奴婢真怕您日后后悔，到时候可就不好收场了。陆小姐既然愿意嫁，便好好嫁，日后不要后悔来求姑垂怜才好。后悔？求他垂怜？从前的我当真是爱他爱到痴迷，爱到连自尊都作践进了泥潭里，所以连我的贴身丫鬟都觉得我答应嫁给裴云恒不过是在跟裴社赌气，也难怪裴炎不信。你们所有人都以为我离了他裴炎这辈子就活不下去了是吗？奴婢不敢，奴婢只是心疼小姐，怕小姐一时冲动断了自己的后路。云禾，你记住了，我没打算后悔。可是那日游园会，太子殿下确实做得过分了些。您落了水，
他竟然连看都不看一眼。奴婢知道你心里委屈。委屈？我有什么好委屈的？推我下水的是秦桑桑，我没怪太子。哟，这不是陆大将军家那位风吹吹就倒的病秧子吗？今儿个诗会，殿下可是特意请了尚书府的秦姑娘。有些人倒好，不请自来，也不嫌自个儿多余，可不是嘛？天天捧着个破食盒往东宫送，真当自己是未来的太子妃了。听说昨儿个他送去的汤，连东宫的大门都没进去，直接被内侍倒进了花盆里，笑死人了。我只是听说殿下这2日胃口不好，这才……姐妹们，快别这么说，陆姐姐也是一片痴心，对殿下关怀备至，我瞧着都感动呢。陆姐姐，来，我扶你往池塘边站站。殿下的轿辇一会儿就从这长桥上过，这儿地势好，你站近些，手里的汤药，殿下一眼就能瞧见。多谢你，桑桑。快看，太子的轿辇到了，殿下朝这边看过来喽。去死，病秧子！救命！桑桑，救我！天哪，陆姐姐，你怎么这般不小心？快来人啊！可是这池塘底下水草太深，大家千万别盲目下水，免得搭上性命。快去叫东宫的侍卫，快去！殿下，陆将军家的千金不慎落水了，秦姑娘在岸边急得直哭呢，可要派人去救。桑桑就是太善良了。陆婉莹这女人为了博取姑的关注，当真是连投湖做戏的戏码都使出来了。不必理会，让她在水里清醒清醒，免得日后整天像块狗皮膏药一样粘着骨，平白脏了东宫的地界。小姐，您别想了，这秦桑桑平日里瞧着温婉大方，怎么心思这么恶毒？她这是想要您的命啊！告诉太子，云禾，你当裴爷那日是在做什么？他当时就坐在岸边最高的凉亭里，那个位置，湖边发生的一切，他只要没瞎，就看得一清二楚。那殿下怎么不派侍卫救您？他当然不会管。秦桑桑的兄长是太子伴读，秦家手握重权，秦桑桑在他心里到底是不同的。心上人要弄死我这个碍眼的病秧子，他高兴还来不及，又怎会插手？太狠了！他们怎么能这么作贱人？亏得小姐以前把殿下当成了天，命都不要的去讨好他。可是小姐，您以前那样爱慕太子，梦里都喊着他的名字，如今说放手，您当真能舍得？我能。以前是我糊涂，从今往后，我陆婉清的命只留给我自己，还有我爹爹和兄家。珍爱生命，远离太子，晨起暮歇，长寿赛仙。云禾，小姐我啊，顿悟了。哼。裴云航。路过街角，新买的青梅，吃吗？吃。小姐，您疯了！女眷在自家后院私会外男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您的名声可就彻底毁了。万一被同心人瞧见，定会说您不守妇道。你急什么？他翻墙来的。真酸，不过倒还带着一丝清甜，真开胃。5日后，我便带人来陆府下棋。倾听，今日我翻墙过来，是特意来给你最后一个反悔的机会。你可想好了？等我5日后带着聘礼登门，这婚事便在京城过了明路。吃吗？吃。既然觉得好吃，那日后就常买这一家的吧。好，以后我天天给你买。
小姐，小姐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毛手毛脚的，慌什么？不是的，小姐，是东宫，东宫刚才派了人来送了这封请帖过来。太子的生辰宴，我真是变糊涂了，把他的生辰忘了。不过真是奇了，前世我求而不得的请帖，今生他居然主动送上门来了。小姐，奴婢瞧您都盯着那张请台出身好半晌了。太子殿下想必是这2天没喝到小姐您亲手叮着熬的义气汤，心里空落落的，这才知道您这次是真的生了气。这请帖啊，哪是什么生辰宴的邀请，分明就是殿下放不下身子，特地向您低头示弱呢。小姐，您这招欲擒故纵使得可真高明。怪不得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什么怪不得？我说呢，5日后才是2家正式下聘走礼的日子。那家伙怎么昨天深更半夜不顾礼数的翻墙来找我，还送什么酸青梅？感情他是早就收到了风声，知道东宫今天会送这张请帖过来，生怕我今天收到请帖后一时心软，反悔不嫁给他了。亏我昨天还觉得他真诚，那坏家伙嘴上说着什么跟最往后一个后悔的余地，其实心里早就盘算好了，故意用青梅来套我的话。哼，心计！您方才盯着请帖，竟是在想这个？不然呢？我不想他，难道还去想那个前世要我命的裴宴不成？可那是太子的生辰宴啊！京中多少贵女，削尖了脑袋都挤不进去。小姐，太子的生辰宴，您当真不打算去？当然不去。你瞧瞧这时辰，虚实呢？虚实我都入睡了。现在我这副破败身子骨最是金贵，大夫前儿个还说要静养，晚睡1个时辰对我来说都算折寿。我好不容易重生一回，可不想再因为旁人折了阳寿。不管是谁的宴会，耽误我延年益寿的，一律不去。小姐，陈汤喝过了，奴婢伺候您歇歇。吹灯吧，你也早些去睡。是。这种感觉，婉晴，你逃不掉的。云可，救！陆婉晴，别喊。裴炎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他怎么敢半夜潜入我的闺房？你这样子出去，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姑在你房中。你刚才听见小姐屋里有什么动静没有？我怎么隐约听见有人喊了一声救？你听错了吧？这深更半夜的哪来什么动静？八成是小姐落水受惊，又在屋里演出了。殿下深夜强闯向拉女闺房，所谓何事？姑的生辰宴为何不来？回殿下，宴会的时辰过晚，臣女先前落水高烧，身子骨孱弱的厉害，着实是熬不住。臣女病体未愈，若是去了宴会，过了病气给殿下和诸位贵人，只怕会扰了殿下的雅兴。扰了姑的雅兴？陆婉清，你以前巴德天天贴在姑的身上，什么时候你也知道会扰了姑的雅兴了？你倒是
惜命的很呢。那汤呢？你已经2日未给姑送汤了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前世整整3年，我为了讨他的欢心，一日不落的差人将亲手熬制的义气汤送往东宫。可他呢？他哪怕是有一次，哪怕是喝过一口，今天也轮不到他站在这里，用这般理所当然的语气来质问我。殿下说笑了，臣女过些日子便要正式定亲了，如今已是有了婆家的人，再与殿下送汤，若是传扬出去，与理不合的。请。今日时辰也实在是晚了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传出去恐伤了殿下的清誉，还请殿下早些离。定亲？姑给你10个胆子，你敢嫁？生命未足，两家情愿，臣女有什么不敢嫁的？陆婉晴，你还要闹别扭到几时？从前你为了见姑一面，手段尽失，如今不过是落了一次水，你便在正厅里当着裴云恒的面说那些诛心之言。你以为你这般欲擒故纵，姑就会对你高看一眼吗？闹别扭，殿下当真是高看臣女了。为何朕就不追姑了？为何不追了？这个问题，他怎么有脸问得出口？他不是烦我烦得紧吗？不追不是正合他意？陆婉晴，乖一点，女子的手段姑并非不懂。你这欲擒故纵的把戏，玩一次，姑全当是情趣，不与你计较。可若是玩得久了，让大家都失了分寸，那可就没意思了。殿下，臣女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那日在正厅，臣女便已经立过誓，日后若臣女再纠缠殿下，便不得。陆婉晴，谁许你动不动就把尸身挂在嘴边？你以为你用这种恶毒的誓言来威胁姑，姑就会对你妥协吗？要知道，姑是当朝太子，今日姑喝了酒，半夜翻墙进这将军府，能站在你这房里替你使辫子，对你低头一次，已是上天赐予你的天大福分。在这京城里，想求姑一个垂眸的女子，多如过江之仇，对你低头不会有第二次。殿下，您说的对，臣女自幼身子骨肉，本就是个将死之人，臣女福薄，担不起太子殿下这般天大的福气。这份天恩，太子殿下还是留给尚书府家的秦桑桑姑娘吧。她秦桑桑爱慕殿下的心，只比臣女多，不比臣女少的。您那东宫的正妃之位，您那夜夜留宿的恩宠，留给她才是最妥帖的。我说的是真心话，殿下，臣女是真的，1000、10000个真心希望你能毫无名门闺秀的端庄，只有能和尚书府的秦桑骚姑生生世世锁死在一起，千万别再放出来惑旁人。陆婉泉，你放肆！你竟敢拿桑桑女！我放肆？殿下，臣女是真的不懂，您整日里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？京城上下谁人不知，您把秦桑桑视作掌心宝、心尖血。当初我爹爹不过是疼惜我，在朝堂上提了提旧日婚约，您便觉得是我陆家挟恩图报，用军功逼着您娶我这个病秧子。您心里憋着气，恨不得我去死，好给您的秦姑娘腾位置，不是吗？您没有吗？那日游园诗会，秦桑桑借着人群推搡，把我推进湖里，您就坐在那高高的灵亭上，冷眼看着我在冰水里挣扎，连片衣角都不舍得让侍卫湿了。如今我如了您的愿，我放手了，我主动退让了。没有我这个病秧子在中间拦路，您娶您的心上人，不是顺理成章、皆大欢喜吗？您不赶紧早早的准备聘礼，把秦姑娘风风光光迎娶过门去，好生甜蜜，整日不顾身份，深更半夜来爬臣女的院墙。殿下，您不觉得您这行径实在是荒唐又让人恶心吗？陆婉晴，你生不出孩子，占着这太子妃的位子也是白占。这药可是殿下亲自吩咐熬的，你若不喝，便是抗旨。殿下，妾身是您的嫡妻，你为何要这般作践我？桑桑心思单纯，绝不会害你。你若不识抬举，姑不介意让陆将军在边关分分心。
陆婉晴，折腾了这么多日子，说了这么多诛心的话，原来你是因为桑桑吃醋了。吃醋？我？因为秦桑桑？桑桑的兄长秦大人与姑在朝堂交好，乃是姑的伴读。秦家于姑的储君之位至关重要，而且桑桑也自幼伴着姑一同长大，理应得太子妃之位。你就算心头不痛快，吃醋使性子，也该有些大家闺秀的分寸。闹到要嫁给裴云恒那种粗人，简直荒唐。罢了，姑不会让你太难堪。等明日，姑会亲自向父皇请旨，侧妃独你一人。满意了？至于裴云恒那里，你自己明日去处理干净，去把婚约退了，更嫔要回来。姑不希望再听见你跟他有任何风言风语。我跟裴云恒的婚约绝对不会取消。陆婉晴，你当真以为姑在跟你在商量？商量？臣女只是觉得可笑。太子殿下，您凭什么觉得臣女会放着好好的风光无限的将军正妻不做，非要自甘下贱，去你那东宫做一个区区的太子侧妃？区区的太子侧妃，臣女方才说了，您这份福气，臣女要不起，也绝对不要。总不见得太子殿下会为了臣女纡尊降贵，求着臣女嫁过去吧？陆婉晴，你真是不知好歹！殿下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可是那陆小姐又不知好歹，惹了您生气。他竟敢用那种语气跟姑说话。他问姑是不是要求着她嫁进东宫？什么？他陆婉晴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个缠绵病榻的病秧子，竟敢对殿下如此放肆！殿下您忘了，前些年他为了见您一面，大雪天在东宫门外生生跪了1天1夜，冻得险些当场咽了气。那时候他卑微的像条狗，求着要给您当牛做马。还有去年，为了拿一张生辰宴伪作的请帖，他不惜去京城黑市砸了整整5000两雪花银。这些年若非殿下大度，他名声早烂了。今夜殿下肯屈尊挽留，已是他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福分？可他现在却对姑弃若敝屣。殿下，依奴才看，这陆小姐不过是仗着有了裴云恒撑腰，故意在您面前拿钱呢。她就是吃准了您心软，在欲擒故纵。您可千万别中了她的奸计。姑是高高在上的储君，能为她放下一次身段，也是姑一生的极限。姑绝不可能放下尊严去求她第2次。她既然如此自甘下众，非要去当那裴云恒的将军夫人，姑就成全她。殿下英明，等他日后过了门，知道那沙场粗人不如殿下1/10时，定会后悔的痛哭流涕，跪着爬回来求殿下重帘的。走，回东宫，姑倒要看看，没有了姑的庇佑，他在这京城里能活几天？走了，终于走了。刚才那一瞬间，我真的以为他会像前世那样，疯了般把我掐死在这张床上。看着娇娇如若，风吹就倒的人，倒是挺能扛的。刚才我翻墙进来，本来还以为以你以前对他的那副心思，今晚你真的会从了他呢。裴云恒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放开！明日我定要让爹爹把府里所有的守卫全部换了。1个2个的翻墙爬墙，谁都能来逛上一圈。我这闺房成什么地方了？依我看，倒也不必白花那个银子。毕竟，放眼这整个京都，能同时防住我们2个人的守卫，恐怕也就只有你那个在边关杀敌无数的亲爹了。其余的换上再多，也不过是摆设。少在这里贫嘴。裴云恒，你老实交代，这深更半夜的，你放着好好的大将军府不待，翻墙到我这院子里来做什么？我担心你。那日在正厅，便看出他会后悔了。他那个兄弟会再来纠缠。我若不亲自在这里盯着些，实在是放心不下。裴云恒，你嘀嘀咕咕的在说什么呢？大点声，我没听清。没什么，快
快些去榻上歇歇吧，养好身子。等5日后，我高高兴兴的带人上门娶你。动作都轻点儿，这些红用膳和老参都是小姐要泡滋补茶用的，千万别磕碰了。小姐，外头又传开了，自打那天夜里之后，太子殿下就没再露过面。奴婢听外头采买的小厮说，殿下这几日可是勤快的很，这脚步啊，几乎天天都往秦尚书府里挪。云禾，你呀，只瞧见了儿女情长，却没瞧见这京城里的风云变幻。裴燕那个人，我最是了解，他偏执阴狠不假，可他更是一个玩弄权谋的高手。你只看到他去秦家是见秦桑桑，我看到的却是秦家身后的万重权柄。秦家不就是个尚书府吗？秦桑桑的哥哥现在手里攥着的是什么？那是大梁的铸币权，那是全天下钱财的出入口。再看他爹秦尚书，吏部之首，管着大梁所有官吏的入免迁徙。娶了一个秦桑桑，就等于把都城的钱袋子和官帽子都稳坦荡地攥在了手心里。有了这2样，任凭哪个皇子想动他的太子之位，都得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那个命。不得不承认，在选择权谋之路上，裴燕从来都是最清醒的。他是做君主的最好人选，却唯独不是良配。小姐，你难道不担心吗？外头都在说秦姑娘快要入主东宫了，若是她成了太子妃，日后怕是……云禾，给我诊病的太医那天是怎么交代的？你难道忘了？大夫说要小姐少思少虑，延年益寿第一宝，少管闲事，不过脑。对于那些没打算再有交集的人，多想1分，都是对寿命的浪费。我有这功夫，不如多研究研究下一帖滋补方子怎么配才更好喝。小姐，您这顿悟的也太彻底了些。奴婢原还准备了好多劝您宽心的话，现在倒好，全憋回去了。憋回去好，省得费口舌。快去瞧瞧大厨房那儿炖着的雪梨燕窝好了没？那可是我这一上午的念想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只要小姐您心里舒坦，比什么都强。这裴将军下聘的阵仗，怕是比皇子纳妃还要大上几分啊！可我数着呢，这一箱抬进去都快100多担了，那陆府的院子怕是都要摆不下了。这陆家小姐名声虽然，可这位裴将军倒是真舍得下血本啊！您快去前院瞧瞧吧，聘礼。奴婢刚才悄悄去影壁后头瞧了一眼，哎呦，真是好大的排场！那聘礼一箱接着一箱，简直没完没了。金银珠宝、绫罗绸缎就不说了，奴婢还瞧见了整株的红珊瑚，比人还高呢。摆满了就往库房收，这么大的人了，还一惊一乍的。奴婢哪能稳重得住呀？陆府门外围着的那些百姓，里3层外3层的，全都惊傻了，个个都在夸将军府大手品。奴婢那是替您高兴，可高兴归高兴，奴婢这心里也犯愁啊。您瞧瞧，这婚期都定了，将军聘礼送的这般周全，可咱们自家的嫁妆头面还没定死呢。小姐，您自己嫁人的事儿，好歹上些心呀。这一大家子全靠奴婢一个丫头盯着，奴婢这脑袋都快炸了。知道了，管家婆，上，明天我就上新城吗？明日便去珍宝堂，咱们亲自挑几套实心的嫁妆头面，这总行了吧？哎，我的好小姐，您总算应承了，要不然奴婢真怕您成亲那天连个像样的发冠都拿不出来。也是奴婢没本事，要是夫人还在，哪用得着小姐您亲自操这些心？夫人当年的眼光是京里数1数2的，定能给您操办的妥妥帖帖。
是啊，娘走得早，这屋里终究是少了支柱。夫人英年早逝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不过老爷对小姐您那是真疼到了骨子里。这些年，老爷虽然带着2位少子常年驻守边关打仗，可心里时刻惦记着您呢。老爷那是怕娶了姨娘进门，小姐您会受那些弯绕绕的委屈，干脆就这么单着，守着您一个人。爹爹疼我，我自然是知道的。正因为如此，2个兄长不在，爹爹又在那位面前。既然陆府没个能管事的主母，成亲这桩大事，总归得我自己张罗。陆家虽然现在只有我一个女儿在京，但门面绝对不能丢。云禾，明日叫管家备车，咱们去珍宝坊，不仅要挑最贵的，还要挑样式最压得住台的。我不能让爹爹在边关丢了脸，更不能让旁人看轻了咱们将军府。哎，奴婢这就去吩咐管家，小姐想通了就好，咱们就是要风风光光的。这京城里，也就珍宝坊的东西能入眼，瞧瞧这做工。那是自然，不过寻常人哪带得出这份贵气？小姐，这只垂珠布苗瞧着不错，您试戴看看。样式太艳俗了，精气太重。这些摆在面上的东西，总觉得缺了几分灵气。陆小姐眼力毒辣，这些个外摆的俗物，自然是入不了您的法眼。实不相瞒，小店手中珍藏着一套凤冠头面，那是宫里告老还乡的老匠人亲手打造，用的是失传的秘法。凤冠，快拿出来让我们瞧瞧。那东西金贵的紧，价格高昂，寻常百姓莫说买了，连见一面都难。是以小店从不摆在外面售卖。但这京城谁人不知陆小姐即将大婚，将军府的聘礼都快把地皮压实了，陆小姐自然不在寻常百姓之列。东西就在后堂雅间，小姐若不嫌弃，请随我去看看样式。既如此，那便看看吧。陆小姐，里面请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是我家小姐的贴身丫鬟，有什么看不得的？云禾姑娘见谅，那雅间狭窄，贵重物事，怕人多了磕碰，小姐只看一眼便出来，您在此稍候片刻。伙计，给云禾姑娘上最好的雨前龙井。这，云禾，你在门口等我，我去就回。那小姐您快点啊，奴婢就在这守着。掌柜的，这是何意？开门！你们干什么？关门！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放开！谁？救命！裴瑶，陆婉清，你赢了。姑做不到，姑原以为能看着你嫁人，能看着你离开，可是姑做不到。这几日，只要姑闭上眼，想到的全是你穿上红嫁衣嫁给裴云言的样子。姑恨不能杀了他，姑要把他千刀万剐。你疯了！裴言，你放开我！别嫁他，嫁给姑好不好？你想要什么，姑都给你。你不是一直想要太子妃的位置吗？哪怕是正妃之位，姑现在就回去求父皇，姑全都给你，只要你回来。殿下请自重，裴爷你清醒点。我与裴云恒已正式交换了更切，3书6礼已过大半，婚期已定。天下皆知我陆婉莹即将成为将军夫人，你现在说这些，置皇室尊严于何地？置我于何地？你放开我！青青，你说，若是姑今日就这么带走你，把你囚在姑的东宫，那个裴云恒
他有这个本事找到你吗？裴炎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疯了！你这是在强抢民女！你是大梁的太子！姑一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姑清醒得很。青青，听话，把心收回来，离裴云恒远一些。姑可以不计较你跟他定亲的事，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只要你乖乖回到姑身边。就是这种窒息感，我躲了2辈子，终究又碰到了。殿下，这是你求来的位子。陆婉清，既然要占着这正妃的名头，你就得给姑守着。你怕姑做什么？姑能吃了你吗？陆婉宁，你难道能躲姑一辈子吗？能不能躲一辈子，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哪怕只有这一刻，我也要逃离这个疯子。陆婉清，你还想跑哪儿去？别过来，裴烨，你再往前一步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你就这么抵触姑，宁愿死，也不愿让姑靠近半步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突然就变了？那个整日围着姑转、星星满眼只有姑的陆婉清去哪儿了？既然殿下心中早有秦桑桑那个白月光，又何必在我这废棋身上浪费时间？我的选择，从始至终就只有一个：离开你，远离你，再也不要见到你。裴炎，放我走！放你走？又是这句话？陆婉清，你除了这句话还会说什么？为什么前世今生你都要逃？刚刚说什么？前世今生？难道说他也跟我一样，他是重生的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什么前世今生？你以前不是挖空了心思想要接近我吗？为了那道赐婚，你不惜闹绝食、闹投壶。为何现在姑就在你面前，你却要逃？陆婉清，我能拿你怎么办？我到底要拿你怎么办？你说，你以前那么爱我，怎么能说变就变？婉清，他的称呼竟然都从姑变成了我。陆婉清，你真狠啊！这一世，我躲过了父皇的赐婚，我处心积虑的周旋，不再恨你，不再怨你，甚至想方设法的在父皇面前替陆家说话。我真的是想放过你的。我想着，只要这一世我不娶你，你便不会像前世那样死在我的冷宫里，死在我的怀里。可当我意外知道你爹竟偷偷给你跟裴云恒订了婚约的时候，我慌了，我整个人都快疯了。我明明笃定你这辈子除了我谁也不会嫁。我告诉自己，你只是在跟我闹，只要我来了，你就会像以前一样扑过来，所以我跟着来了。我甚至不要皇家的体面。你居然真的说嫁？你怎么敢嫁给他？他裴云恒算什么东西？嫁就嫁吧，你要嫁我求之不得，不是吗？我不是想放你自由吗？可你为什么一直在这里？为什么在我的脑子里，在我的心里，一刻也不走开？为什么突然不爱我了？陆婉清，这种事儿我都还没发话，你凭什么先不爱我了？你也不来，姑给你低头你也不要。姑是太子，姑是大梁未来的天，你凭什么？凭什么不要姑？不要哭！婉清，小姐，吓死我了！婉清，有没有伤到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
他醉晕过去了。别看，脏了眼，算他晕的早，不然今儿个我便是拼着这将军之位不要，也真能把他打到晕。切，说的就跟真的一样。小姐，您瞧瞧这阵仗。自打前几日您在珍宝受了惊吓，老爷像要把咱们陆府建成铁桶似的。爹爹是真的被吓坏了，他不仅是怕太子，更是怕我再出一点闪失。属下参见大小姐，老爷吩咐，小姐出房门3步，必有8人随行。退下吧，我就在院里走走。小姐，裴云恒将军又送拜帖来了，这已经是今日第3回了。裴将军也真是，以前翻墙跟回自己家似的，现在倒好，老老实实被老爷拦在大门外，一封接一封的送拜帖。爹爹还没松口。回姑娘，老爷说将军诚意还不够。老爷说，未出嫁前，男女不可私会。裴将军正在门口咬牙切齿呢，说是再不让他进来，他就要带兵来攻门了。当然是玩笑话。让他进来吧，就说是我求爹爹的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哼，婉宁，你爹这是真狠啊！我堂堂镇北将军，想见自己的未婚妻，还得过5关可6将，填那老五子的拜帖。裴将军，你也有今天，以前翻墙的本事呢？你还笑？你家这院墙上加了铁蒺藜也就算了，你爹亲自拎着横刀在演武场坐镇，我敢翻吗？唉，那是我老岳父，我总不能跟他真刀真枪的干吧？笑吧，都给你记在账上，等成了婚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到时候日日给你买最酸的梅子，酸的你求饶。好啊，那我就等着裴将军的酸梅。裴燕那种人，得到的一定要得到，他一定会动手的。小姐，想什么呢？明天就是大婚了，大喜的日子可不能再愁眉苦脸的。没什么，只是觉得这嫁衣太沉了。是啊，这可是裴将军请了京城最好的绣娘，熬了无数个通宵才赶制出来的。小姐，您看这金丝走线，多美啊！小姐，喝了这碗羹，长长久久，甜甜蜜蜜。走吧，该出发了。瞧瞧，这陆家大小姐虽然身子弱，但这福气是真不小。裴将军这迎亲的阵仗，比皇子成婚也不差什么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当初都传他痴恋太子，如今看来，还是裴将军这等实硕人才是良配。走过这条街，拜了堂，我就真的是裴云恒的妻子了。那些前世的噩梦，东宫的窒息感，终于要彻底远离我了。裴燕，这一次你终究是没能拦住我，这种安定的感觉真好。小姐，您听外头那些夸赞，将军今日可是给足了咱们陆府脸面。过了今儿，您就是将军夫人了，再也不用受那些冤枉气。云禾，这一路没出什么差池吧？太子殿下，今日乃臣大婚之喜，您带着千兵挡在路中央，这是何意？裴燕，他到底还是来了。小姐，陆小姐，这身嫁衣当真鲜艳的夺目。裴燕，你想干什么？杀马了！太子殿下在将军大婚这天杀马了！
奇。可大梁绿地，季琦向来用的是猪羊，取生灵之气壮三军威势。可裴炎杀的是马，他在诅咒这一仗有去无回，更是要在我的婚礼上见血。裴云恒接旨，边疆告急，赤焰大军兵分3路，直逼北境重镇。现任命裴云恒为车马大将军，即刻整兵出征，不可怠慢。钦此。疯了！太子殿下真是疯了！大婚之日拦亲杀马，这摆明了是要触裴将军的眉头。谁说不是呢？杀马祭旗，马可是凯旋的象征啊！他杀了马，这不是咒裴将军有去无回吗？嘘，小声点儿！你瞧太子那眼神，他现在哪里还在乎名声？裴将军，愣着做什么？军令如虎，接旨吧。北境若有战事，统帅大军的向来是镇国公。裴某今日大婚，朝中并非无人可用。殿下此时发难，不嫌太急了吗？边关情势瞬息万变，姑说你何用，你便何用。青青，我若接了这旨，便要即刻整兵。朕若是走了，只怕再回来时，裴氏夫妻2人接旨。陆婉清，你叫自己什么？青青，边关情势危急，百姓安危为重。赤焰大军入臭，我大梁将士当守土有责。既然圣旨已接，天地已见，我陆婉英便是你名正言顺的裴夫人。夫君只管上阵杀敌，莫要挂念后方。妾身会在京中，在咱们的将军府，等夫君凯旋归来。2月必归，青青等我，一定要等我。亲卫营，随我整兵出发。夫人，末将奉将军之命护送您入府，请上轿。小姐，不，夫人，咱们快回府吧，这地界儿不干净。裴将军不愧是国之栋梁，为国上沙场，当真是义薄云天。只是可惜，连这新婚的娘子都抛下了。陆将军若是知道了，不知该如何心疼。如此深明大义，孤甚感激。今日长街混乱，裴将军既然走了，这护送之责便由孤亲自送陆小姐一程吧。陆小姐，裴将军都接旨陪自成夫妻了，太子怎么还叫陆小姐？嘘，这你还不懂？太子这是明摆着不认这门亲。哎，裴将军一走，陆小姐的日子怕是难了。大胆！竟敢对太子殿下如此无礼，还不快快让开！哼！末将只知护送将军回府，不是什么殿下不殿下，谁敢阻拦？先问过我手里的这把刀。好一个忠心耿耿的裴家军！既然裴将军如此不放心，那便请副将在前开路吧，孤随行保护陆小姐便是。夫人，这太子恐怕有诈，他绝不会这么轻。爹爹，云恒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夫人，夫人。姑，我本不想做到这一步。青婷，这几日你可知道我是怎么过的？将军府被你爹守得跟铁桶一样，我派了多少人潜进去，都被拦了回来，根本找不到方法见你。
我给你写信，你让人原封不动退回来。我送请帖，你扔进纸篓。可是，让我在这京城里眼睁睁看着你穿上红装去拜别人的天地，去嫁给裴云恒，陆婉宁，我做不到，我死也做不到。青青，珍宝府那日，顾喝的实在太多了，那些关于前世今生的话，不过是些最后的胡言乱语。裴炎，其实你心里最清楚不过了，到底是谁下的，对吧？但姑想娶你是真的，哪怕你恨姑，哪怕你要杀了姑。陆婉宁，只要你肯点头，姑能立刻给你想要的一切。你听着，你跟裴云恒还没有拜过天地，没拜堂就不算成亲。裴炎，我很疼。哪里疼？是不是刚才坠马受了伤？姑这就去叫太医，姑把整个太医院都给你叫来。五脏六腑都在疼，那碗毒真的很烈，每一口喝下去都像是有千万只毒虫在啃咬我的骨髓，那种痛你试过吗？你当街拦路绑我入宫，我也很痛。前世今生，你对我的每一句羞辱，每一个看不起我的眼神，我都疼到了褪去，只剩下无尽的骨子里。青青，你果然也记起来了。上一世你甚至都没有这般叫过我，你只会叫我毒妇，叫我不知好歹的病秧子。姑不知道，姑真的不知道那种毒。你不知道，裴炎，你只是在逃避。你不敢承认，是因为你心里清楚，如果你真的想查，没有什么是你查不出来的。你只是不想查，不想面对罢了。怎么，殿下不敢回答，还是说事到如今你还想替他遮掩？其实殿下不回答，我也知道答案。上一世毒发的那一刻，我就在你怀里。陆姐姐，这可是殿下特意吩咐熬的。他说他不想看到任何带有你陆家血脉的孩子出生，免得脏了这东宫的地界。来人，快叫太医，给姑叫太医！殿下，桑桑好怕，陆姐姐怎么喝了那药酒？桑桑肚子好疼，是不是被冲伤到了？这屋里的药味和血腥气太重，冲撞了本宫腹中的小皇孙。把这些没用的瓶瓶罐罐都扔了吧，人也早点处理。毒不是你下的，对吧？临死前，我瞧见了你眼底的震惊与惊慌，你匆忙喊下人的样子，甚至让我生出过一种错觉，你是在乎我的。青樱，姑的确……可那又如何？那毒药，除了那个怀了身孕、着急除掉我好给自家孩子拍路的秦桑桑，还能有谁？上一世，秦桑桑甚至不需要跟我斗，她只需要把你给她的偏爱当成武器，把我当成空气，让我像个笑话一样死守在这东宫里。裴炎，那种无声的羞辱，比你亲手杀了我还要疼。别说了，青青，求你别说了。重活一世，你口口声声说你爱上了我，可结果呢？你从没放弃过娶她，哪怕你明知道她上一世害死过我一回。裴炎，你的心啊，从来就没干净过。你一边贪恋我的真心，一边又舍不得秦家背后的铸币权和官吏任免权。你这种所谓的爱，让我觉得恶心。裴炎，其实上一世，连秦桑桑都看出了你心里有我，所以他才急着杀我。
怕我占了你的心。可笑的是，连敌人都看清了，你这个当事人重生了一遭，却都还不愿意承认。别碰我！其实你也没错，你只是从没看得起我过。姑从未看清过你。你有。正因为你看不起我，所以不管我上一世如何解释，如何卑微的想弥补，甚至求你和离书放我走，你都不信。你只是一味的仗着我爱你，便觉得可以高高在上，随意的羞辱我、践踏我。你觉得我陆婉音离开了你裴燕就什么都不是？裴燕，上一世你囚禁了我3年，让我像条狗一样死在东宫，那算是我横刀夺尾的代价，算我活该。可是我已经用命还你了，上一世的陆婉清已经死在那碗毒药里了。这一世，你还要再囚禁我几个3年？还是说，殿下一定要看我再死一次，你才肯罢休？这一杯敬殿下。陆婉清，姑已经在改了，姑已经在对你好了，你再等等姑，好吗？姑保证以后绝不让秦桑桑进东宫的大门，姑会把一切最好的都捧到你面前，姑会对你很好很好。不必了，裴燕，瞧见了吗？一如这碎了一地，再也拼不回去的人心。裴燕，我已经找到那个心里干干净净、满心满眼只有我的人了。你放我走吧。到底还是晚了。走吧，趁姑还没有因为这份悔恨彻底发疯，离姑远点儿，越远越好。夫人，你若再不出来，末将便要带人硬闯了。没事了，赵将军，起驾回陆府。小姐，外头风大，回屋等吧。您这都站了半个时辰了。云禾，今日是几号了？2个月03天了。2个月03天，裴云恒食言了。他说过2月必归。那日大婚之后，太子殿下亲自将您送回府。虽说再没露过面，可这京城的局势，奴婢瞧着，老爷这2日回来的越来越晚了。战事，怕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难。爹爹，可是前方有消息了，云恒他……青青，战况吃紧，赤焰大军在北境设了伏，云恒的人马被困在狼烟谷。被困？那援军呢？荆州为何迟迟不派兵？兵部那帮老狐狸一味的推诿，说什么粮草不济，分明是要生生耗死云恒。我已向陛下请缨，明日一早，我便与你2位兄弟一同启程，私自调动驻扎在3省的旧部精锐，前去驰援。遵命。青青，你放心，舍了老夫这条老命，爹爹定也将云恒平安带回。你独自留守京城，切勿胡思乱想，万事有陆府的暗卫守着。爹爹，青青，你胡说什么？女儿也要去。爹爹，他是为了我才接的那道旨，他生死未卜，女儿在京城一刻也坐不住。女儿既然是他的皮夫人，他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，求爹爹成全。青青，你要去可以，但必须答应爹爹，一旦到了前线，凡事听你大哥二哥的，绝不可擅自行动。即便是云恒真的回不来了，你也得跟着爹爹平平安安的回大梁。爹爹放心，女儿一定惜命。
小姐，外头风凉，咱们快上车吧。这北境路途遥远，奴婢真怕您……路再远，也比在那东宫的方寸之地要广阔。青青，别看了，是他去求了陛下，又在爹面前跪了半个时辰，保证会护住将军府，爹才敢带你走。走吧。阿颖，出征！青青，再忍忍，过了这片荒原，离北境就近了。妹妹，二哥给你打了只野兔，正烤着呢，香的掉眉毛，你要不要尝一口？二少爷，大夫说了，小姐要清淡，您那油腻腻腻的野味自己留着吧。裴云恒呢？青青，你怎么来了？裴云恒，你怎么变成这样子？哎，你别哭啊！我这好好的呢，我没受伤，这血都是阉贼的，真的。混蛋！说好的2月必归，你晚了3天。这是什么？腌好的咸梅是吗？吃，娘子给的，毒药我也吃。老夫说什么来着？小姐这身子骨就是那金贵的瓷器，非要来这风沙地受罪。若是心脉再震颤一下，老夫也无力回天了。秦大夫，您多费心，好生用药。青青，再喝一口，就一小口，喝完我给你包咸梅。裴云恒，你这药里是不是放了黄连？怎么这么苦？我当真后悔来了。后悔也晚了，你这辈子生是裴家的人，死是裴家的死人。北境这块地，你定了。云恒，爹，别守着了！燕贼那帮敌军听说咱们援军到了，这回已经推到虎头关外了。还是爹厉害，那3省的旧部一到，士气涨了一大整。那些蛮子还以为咱们快断粮了，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。要反攻了吗？哼，欺负我陆家的女婿，当老夫死了不成？大胜，燕贼全军覆灭！贺大将军凯旋，贺大将军成婚。青青，我没食言，我回来了。裴云恒，你这没良心的，知不知道我带了什么过来？咸梅，谁要给你带那个？我把在京城做好的那件嫁衣也悄悄塞在马车角落里带过来了。当真？你请当真随身带着它。既然认准了夫君，在哪儿拜堂，不都是一样的？岳父大人，这仗打完了，这人我今晚就要娶进门，一天也等不得了，连嫁衣晚晴都备好了。好一个随身带嫁衣！臭小子，老夫就知道你没憋好屁，滚去操办！今晚杀牛宰羊，老夫要跟3军将士喝个痛快！
陆婉晴，今日虽无高堂在上，亦无红绸铺地，但这北境的每一寸黄沙，这漫天的星子，都是我裴云恒迎娶你的见证。这一世，换我来守你百岁无忧。苍天在上，厚土为证。裴云恒，从今往后，你便是我陆婉离唯一的夫君了。好，抱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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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谁不醉，谁就是燕贼的孙子。怎么还有点紧张了呢？明明又不是第一回了。进去吧你！别怂啊，大将军！裴云恒，你慢点。你好重，裴云恒，你要不先去洗把脸，浑身都是酒味。晴天，娘子，等一下，你到底是真醉还是假醉？娘子说呢？我看你清醒得很。那娘子方才为何不推开我？你重的跟头牛似的，我推得动吗？晴晴，这2个多月，我每天都在想你。想我想的连胡子都不刮。这要是让京城的贵女瞧见，谁还信你是那位风流倜傥的裴小将军？他刮胡子的时候，刚好错过了你来的消息。裴云恒，你是不是傻？傻。我也想你。轻点，骨头疼。不放，这辈子下辈子，哪怕是阎王爷来勾魂，我也不放。原来这世上真的有一个人，心里干干净净的装着我。老二，你这又是折腾什么呢？轻轻小两口洞房花烛夜，你这会儿凑过去，是嫌命长，还是嫌老子揍你揍的不够重？大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是去给云恒送汤的。也不知云恒今晚是怎么了？平常在笑场千杯不醉的人，今日不过是2坛女儿红下去，竟醉得连路都走不稳了，还是被那帮臭小子给抬进去的。我给他送碗醒酒汤去。醉酒的人身子重，我怕青青的小身板一个人伺候不了他那大块头。万一云恒吐了，或是压着青青了，那还了得？老二啊，老夫现在算是明白了，怪不得你这都20好几了，京城里连个说亲的媒人都绕着咱们家走，你这脑子总也娶不上其实有道理的。啊，爹，您说正事儿呢，提娶亲干啥？我这不是担心我妹子受罪吗？二弟，你记住了，平常云恒是可以千杯不醉，但唯独今晚新婚夜，云恒他不醉不行，懂吗？他必须醉。为什么呀？醉了多难受啊！他以前不是说过喝酒误事吗？因为醉了，有些不规矩的事情才好做。什么叫不规矩啊？大哥，你说明白点。我不认识这2个人。二弟，别问了，喝点汤吧，别说话了。你再说下去，我都要替你脸红了。哎，大哥，你别走啊！什么叫不规矩啊？你说明白再走啊！裴云恒，这个蛮子。云恒，夫人您醒了，将军交代了，让奴婢们在外候着，说您昨夜累着了，不许任何人惊扰。什么时辰了？回夫人，已经是日上3竿了，将军一大早就神清气爽的去教场了，说是去练兵。他倒是不累，合着苦闲事全让我一人受。
婷，你总算出来了，昨夜睡得可好？还行。婷婷，正好，我昨晚送来的醒酒汤，你后来喝了吗？我看你刚才走路腿都打飘，肯定是被云恒那醉狗闹得没睡好。醒酒汤？什么醒酒汤？你瞧，我就说没喝着吧，我昨天晚上特意端来的啊，结果大哥非拉着我不让进，说什么云恒不醉不行。妹子，你给评评理，我寻思了一宿也没想明白，他好好的大将军，为什么不醉不醒？婷婷，你别理他，这小子昨晚脑子进了血，还没化呢。大哥，你干啥？我要问明白。二哥，你这汤现在送来也不晚。啊，云恒还没醒，他又醉了。他没醉，是我需要补补。二弟，走吧，别问了，哥教你打猎去。哎，打什么猎啊？我汤还没送完呢。看到陷阱会自己往下跳，而且绝对不会问为什么不自行的猎物。到底啥意思啊，大哥？乱心！青青，爹爹，您怎么过来了？没去跟大哥他们商量拔营的事？云恒那小子新婚头一日，待你可还好？很好。那就好。哼，要是那小子敢仗着在军中是主帅就欺负你，你尽管告诉爹，定要打断他的腿。爹爹放心，云恒他哪里敢呀？在这军帐里，他现在只有被女儿欺负的份儿。好，不愧是我陆家的女儿。婷婷啊，爹爹这辈子戎马关山，自以为护得住大梁，却唯独亏欠你太多。你娘走得早，爹又常年在这风沙地里打仗，没能瞧着你长大。从前在京城，你受了那么多委屈，甚至……爹爹，您没有亏欠女儿，您给我的已经是这世上最好的了。刚去镇上买的，还热乎着。你这一大早天不亮就跑出去巡营，就是为了买这个？昨晚枕边私言时，你不是随口说了一句想吃吗？没眼看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真是有前途，有前途。裴云恒爹爹在呢，你就不能收点心？岳父大人，这不是已经走了吗？很甜。甜吗？嗯，这种梅子以后每天都要买，不许断。好，不断。要是哪天你忘了，断了一颗呢？断一颗，罚我亲你一下。裴云恒，你这罚的到底是谁啊？分明是占便宜。哎呦喂，将军，注意影响啊！这大白天的，就是末将这眼睛都要被晃瞎了，成何体统啊！大将军，晚上回帐篷去，这儿还这么多人呢。怎么，羡慕？有本事你们也娶一个回来啊！将军回明白，将军没羞没臊。裴月，他还是我。小姐，您瞧见了？他爱在哪儿就在哪儿，与我们何干？小姐，您是不知，这京城天都变了。听说太子殿下在咱们出征后没多久，就把秦家小姐那个什么准侧妃的名分给撤了。听说那秦家小姐当场就哭晕过去了，太子殿下连看都没看一眼呢。不仅如此呢，太子殿下不知是受了什么刺激，突然在那位跟陛下跟前请了旨，说要彻查吏部。结果您猜怎么着？小姐，您倒是猜猜啊！查出了什么？秦尚书在那个位置坐了那么多年，手脚怎么可能干净？可不是嘛！秦尚书贪墨案被翻了个底朝天，证据确凿，太子殿下亲自监斩，秦尚书直接被革职查办了，秦家大公子也被夺了官位，发配到了极北苦寒之地，秦家彻底倒了。那秦桑桑呢？秦家小姐倒是个性子烈的，
说是为了替父赎罪，自愿进了城郊那座静心庵，说是要剃了发，从此青灯古佛，了此一生。只可惜，这个选择来得太晚了，晚到连恨都显得多余。小姐，您心里还恨太子殿下吗？不恨了，恨一个人太累，我如今只想长命百岁，那些恩怨纠葛就让他留在城墙外吧。我现在心里装不下那个人了。奴婢明白，小姐心里现在全是咱们英明神武的裴大将军。云禾，哎，奴婢在。等回府之后，把之前那些特意备给太子的义气汤罐子全都扔了吧，砸碎了埋进土里也成。总之，别让我再看见。早就该扔了。不瞒您说，在您答应嫁给裴将军那天，奴婢就把那些旧药炉、旧罐子扔了一大半了。你这丫头动作倒快，那时候你不是还哭着喊着劝我别嫁，说我是一时赌气吗？哎呀，奴婢那时候不是糊涂吗？奴婢看走了眼，以为将军是个粗人。可这几个月在军营，奴婢看明白了，裴将军对小姐那才是真的捧在手里怕碎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小姐，裴将军才是那个真心实意对您好，能陪您白头偕老的人。就你会说。云恒啊，此番北境大捷，你功不可没。朕早就说过，陆青教出来的孩子断不会差。末将愧不敢当，全赖陛下洪福。陆大将军指挥若定，众将士用命，末将不过是尽了本分。赏，哈哈哈，通通有赏。谢陛下隆恩，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裴将军，恭喜凯旋，这一仗打得漂亮，多谢殿下。姑敬你一杯，末将敬殿下。青青，祝贺你。殿下若是醉了，还是早些回宫休息。娘亲，爹爹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？这都太阳公公要下山了。快了，阿鸾乖，爹爹这次只是去郊外教场点兵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娘亲骗人，上个月爹爹去北京视察，你也说快了，结果阿鸾等了好多好多天子，爹爹是不是大骗子？他敢，等他回来，要是阿鸾觉得他回来晚了，咱们就不让他进门，让他去书房睡，好不好？好，娘亲说了算，不让爹爹进门。哈哈哈哈！谁说不让我进门？爹爹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想爹爹了没？想了，不过阿鸾刚才和娘亲商量，要是不进大门的人，就要罚他买好多好多蜜饯。哇！臭小子，我在外面英勇杀敌，回来连看都不给看一眼。行了，他这是随了谁？你心里没数。裴大将军，这翻墙的毛病，怕是这辈子都改不了了。正门不走，偏要吓坏家里的小辈。走正门太慢，真甜，比任何时候都甜。爹爹羞羞，又亲娘亲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臭丫头，爹爹亲自加娘子，天经地义。青青，下个月边境安稳，咱们带着孩子们回北京看看吧。
想带这俩小宝贝看看，当年他们的爹娘是在哪儿拜的堂。告诉他们，他们娘亲当年为了追随爹爹，可是受了不少苦。怎么突然想回去了？路途遥远，风沙可大着呢。苦倒是不觉得，能看着你平安归来，在哪儿拜堂都是一样的。延年益寿第一宝，少管闲事，不过脑。咱们小姐这话当年说的半点没错，这将军府的闲事啊，奴婢这辈子都不打算管喽。云恒，我在。这人间烟火气真好。